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，给您带的礼物。以后啊，就别花这个钱了。还有，各方亲戚，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。今天呢，这2罐茶叶我收下，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你母亲那儿，就说是我送给她的礼品。是，外祖母，都听您的便是。来，喝茶。坐下吧。我呀，就剩下你母亲这么一个女儿了，多年不见，十分想念，所以我想到江州去看看她。啊，外祖母，您年纪大了，腿脚多有不便的，不妨让她来林州看您。这江州啊，实在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我就去过江州1次，来去匆匆的，也没见过什么好的景致，所以我想，这江州没什么好看的。外祖母，实话跟您讲，这江州的确是我的故乡，虽然不算是什么风雨之乡，但确实也是一个富庶之地啊。可惜，这江州民风不好，多处泼妇刁民，实在是令人感慨呀。不对呀，当年你父亲在江州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，怎么敢招惹你柯家呢？正是因为我父亲有此背景，还为人正直，眼里从来揉不得沙子，所以宿敌、仇人也多。而如今他已经不在了，可就是有这么一些奸佞小人，喜欢恶意造谣、肆意诽谤。就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我们柯家这好好的名声，全都给传坏了。原来江州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看来此事也不可听一面之词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世昭啊，你刚回来，一路辛苦了。等你休息好了，再来给祖母讲讲外面的一路风景。是，外祖母。那世昭先行告退。嗯。柯少爷，您找我。老关，我正好有事情要吩咐你，请讲。江州有一位瞎眼老妇乞丐，我要你带着兄弟们暗中查访，找到最好的时机，除掉他。明白。所以，老太君信了吗？方才老太君找柯世昭问话，柯世昭出来只是神色坦然。根据推算，奶奶并不相信寂静堂所说的。捉贼拿赃，奶奶不信，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。对呀，这寂静堂是受害者，奶奶不相信。但若是把瞎眼老太找来做人证，岂不是铁证如山？奶奶自然就信了。只是这老太太在山高水远的江州，我们被困在宅子里，出也出不去啊。我有办法。
那太好了，我可以说。小声点，我的姑奶奶。天磊，奶奶来了。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奶奶放心吧，没事儿的。一定是前段日子他太累了，累病倒的。奶奶，不碍事的。最近天气闷热，孙儿胸口憋闷。早些年刘师傅在，都会带我去山林别院静养。今年师傅不在，身子也就虚弱些。哎，奶奶，要不就由我陪着天磊一起去别院小住几日。听天磊说，那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或许对养病有好处。我怕，若是等着刘若谦师傅回来，天磊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也好，要不这样吧，让你表哥派人送你们俩过去。奶奶，表哥他还要打理咱们齐府的生意，公务繁忙，就别再劳他费心了。有冰燕陪我，一切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。冰燕呐，那我就把天磊托付给你了啊！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我见叶生妹妹整日闷在房里，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啊？那个别院清新又安静，方便她散心。行，行。少爷，看来三公子病得确实不轻啊。不可以大意。你的人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的人绝对靠谱。小姐，就是那个，她是王胡子新招来的车夫。狗腿子！不急，将计就计。小喜，你跟叶生先走，记得去东街办事，一切小心。是。从东街走，出发。是。赶紧出发！去。停下！三少爷的补药还差了几副，我去药铺抓了带上，免得别院私下没有药铺，耽误了三少爷养病。你们先等等。哎，兄弟，来来来，
帮我看会儿马，我去拉肚子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就回来。快点啊！慢走。就按药方上的准备。好，这是您的药，5两纹银。哎，银子，谢谢。药抓好了。三少爷身子弱，受不得颠簸。你们啊，慢着点儿，咱们也不赶时间，压着点儿走。啊。慢着点走啊！去。我与三少奶奶在这内房当中养病，儿童不要打扰。你们便守在这大门口，住在偏房中即可。如有不听命的，待我们回府之后，三少爷禀明老太君，肯定会重罚，并且打发你们出府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搞定了，什么时候走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夜，清风拂林之时。今夜怎么走啊？师傅在此别院还另有一条西径。小喜，你便安顿在此，按计划行事。明白，三少爷。哟，二位兄弟职业辛苦，上好的女儿红，来2口。来，这个时候不能哎呀，夜长喝2口解解乏嘛。来，一块喝，来，喝呀！快！来，三少爷怎么今天那么安静？给我再喝一口。三少爷、三少奶奶，吃点点心吧。来，给我一口。谢了，多谢啊！没事，辛苦啊！慢走啊，慢走啊。
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，真精巧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。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。好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杨子，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？还行吧，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。是，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，速速寻找证人夏言老太，然后赶紧回来才行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在你们欺负都要待烦了。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。哎，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想玩的，应有尽有。那赶紧走吧。走啊，跟我比一比。行。去。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。我要在星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去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。我喜欢这个。好一地动山摇，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喝着相思药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娘子别打！让你吓我！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各位朋友，江湖九流聚兄弟，出门在外靠朋友，顺风耳、千里眼、欲寻宝驹、找马眼。这谁呀？原来是道上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您说，但凡是我们知道的，必定告知。诸位兄弟，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，年约50岁左右？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，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，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。朋友，这单生意我做不了。酬劳可谈。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？的确不是江州人士，但俗话说，在外靠朋友，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，给些消息。朋友，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，并无敌意。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，这做不了3字，况谓含糊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。2位贵人睿智，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，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，离开此地。兄弟，你不便说，我们也就不问了。这些钱财，你拿着，给诸位兄弟分一分，买些吃食。
此事我们说不得，不过二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二包神，他法眼通天，只要银钱给的够，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。多谢。官爷，刚才有对年轻夫妇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。什么人？听口音不像江州人士，那男的一副白面小生的模样，那女的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啊，对，还有点江湖气。这样，你带兄弟们，一面继续暗中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，另一面给我死死地盯紧了这2个可疑的人，一旦有任何消息，立马来报我。是。客官，请。2位客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我。哟，王公子，好久没来了呀！多赢点，多赢点。那儿呢？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，鱼龙混杂的赌场，消息自然灵通了。走吧。等等，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，自然要有些门道。门道？齐三公子锦衣华服，腰带玉佩，头戴玉冠，富贵非常。可就是这脸嘛，我脸怎么了？这脸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，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，一看就会骗人。我如此温和敦厚，又怎会骗人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。这是我糊涂了，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！哎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，人傻钱多的富家子，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。哎，小生初次进城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也只知之乎者也。今日偷跑出来，想找个乐子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也要记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，可千万要小心谨慎。如遇凶险，我一摸鼻子，你便要小心收敛。记住了，走吧。站住！追他！站住！别跑，乞丐！别跑！站住啊！起来！跑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给我打！看什么看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说，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啊，大哥。小混蛋，
想找死是吧？大哥，饶命！赶紧说，要不今天要你小命！我说，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。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，走。这位公子，看您贵气逼人，紫气东来，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！公子，里边请，玩两手，瞧瞧。瞧瞧，公子请。请。兄弟，买大买小啊？大。哼，122，你输了。大哥厉害，小生佩服。再来一局吧。好。我还压大。再来。输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好。怎么还要来？你这次输了，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。来，大。小兄弟，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。哼，爷爷，我今天手气好得很，不需要。大，是小生赢了，是小生赢了，小生赢了！这是作弊，不算。哎，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，大肚有容、笑口常开的耳报神，怎么不算？哼，原来是大东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小兄弟，这么好的手气，得再玩两把。我做个东。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。请。我也要来，乘胜追击方能破敌。再来一局，我全下。好。你呢？我压大。3个1，豹子，庄家通吃，胜！好嘞！嘿，小兄弟，赌局的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？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，多少有点不太道理。嘿，说的对，但你还有钱吗？哎，那是家中长辈所赐。这么个破石头，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？少了，这儿还有，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若是他输了，便让他打白条，让他家人还。
啊，大哥，这万万不可呀，这个不行啊！没事的，这一把全赢回来。行，好，有胆识。我尔报神开门做生意，来者不拒。既然是豪赌，二位雅间请。慢着，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，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，要不挑个新手如何？说的有道理。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，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。是啊，这骰子由谁来摇？你选。我不行的，小生只会执笔写字，不会这些东西，我不懂。哎，不会就对了。你来摇。兄弟，看你了。我试试。失敬。无妨。好了，我先选小。那我就选大。大。慢着，二报神，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不知道您赌什么？来，是东家。二报神，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您就这么些银子，怕是有些小气了吧？依我看，若是您输了，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。大胆！好大的口气啊！哎，好，我依你。但我也提个条件，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，打明儿起，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，你们俩的私产都归我。啊，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完了，哎，好，开。开。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我明明吩咐他，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。胡说！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在地上的时候？失敬。是你换了。您的骰子在这儿。您的骰子摇大摇小，还不是您说了算？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？二报神，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
我们也无心为难尔报神您，只是听尔报神耳听八方，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所以特地来此跟您寻个消息。问，我们在找一位瞎眼老太，想必以您的神通，已经知道她是谁，在哪儿了吧？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，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，就是你们俩。尔报神果然神通广大，我们2人也知道，此事背后牵连颇多，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。若是您肯帮忙，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，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。我尔报神敢输，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敢拿吗？您大可以杀了我们2人了事。不过，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，如若没有安然出去，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。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，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，这不值当。况且，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，这一点钱财，小小心意。罢了，我尔报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，愿赌服输。你们要找的人在白雀庵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属实迫不得已，还望前辈海涵。不必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2人速速离去吧，晚了恐怕要节外生枝。多谢。官爷，他们已经查出瞎眼老太在白雀庵中，务必办好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干什么？往哪儿钻呢？小喜姑娘说了，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不让进去打扰。哎，兄弟，你看这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，一直在内院没出来，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？依我看呢，三少爷就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是不是？也搁马夫还管起少爷来？哎，不敢不敢。哎呀，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？